的烽火到底誰受惠誰受害呢？今天帶您快來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來聊聊中東戰火底下看到了這個石油蹭的往上漲啊，到底應該要怎麼來觀察它？而且呢，也因為這一次的中東戰火，讓很多國家都開始重新的把能源政策拿出來好好看看，檢視一下，到底他們國家的能源政策夠不夠安全？一個國家可以沒有資源，但不能沒有能源。因為呢，現代文明當中啊，應該說方方面面你都會用到能源。比如說呢，你看這個我們要電個攝影機要打燈啊，比如說呢，你晚上呢，想滑個手機啊，工廠的一個生產線生產你想要的一些商品啊，百貨公司燈火通明啊，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現代文明背後都是能源在支撐，所以才會講一個國家你說我可以完全沒有武力，但我不能夠沒有能源安全。能源就是如此重要哦。特別呢是現在大家又在發展 AI， 你也知道 AI 的這些基礎建設也是吃電怪獸。所以呢，過去我們看到一段時間，大家開始重新說，我們要保護地球，我們要用綠能，要用再生能源。但是呢，最近大家又重新說，不行，那個東西好危險，不夠穩定。現在呢，大家又重新的思考，核子發電、核能好像才是那個最能夠保護國家安全的。什麼環保再說啦，核能比較重要。那這些呢，其實都是一次一次的事件的堆疊。我們先來從最近的事件開始講起哦。你看到了這個美伊這個大戰，看美國這個以色列聯手去這個炸了伊朗哦。那本來呢，一開始這些波灣地區的國家他們過去常會這樣講，美國你的確好棒好棒，但沒辦法，你離我好遠。所以呢，當我們有一個比較強勢的，不能講他惡鄰居，就是比較強悍的鄰居伊朗的時候，我搬不走我的鄰居，我怎麼辦？想盡辦法跟他和平共處。所以你看，過去的波灣國家其實都各自想盡辦法跟這個伊朗盡量和平，拉近距離，你好我也好，我不要惹你，你也不要打我，不要欺負我，這樣好不好？但是呢，我們看到這一次，當美國跟以色列就是動手了。動手了之後呢，本來這些波灣國家都還這個你知道靜觀其變，就是有種看戲心態，覺得你不要這個影響到我就好。結果沒有，現在被捲進去了。過去呢，想要跟這個伊朗粉飾太平的一個這個國際關係，現在根本都不成立。所以呢，你看到最倒霉的是什麼國家？阿聯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多倒霉。我們看到了這個伊朗，就很近嘛，直接就炸它，對不對？然後你又跟美國的關係勝過跟伊朗的關係，對不對？儘管是在過去幾年當中，阿聯酋也是希望跟這個伊朗可以和平共處，但是呢，在伊朗的心中，你就是那個美國的朋友們，你就是他的朋友圈，所以呢，我就是打他，差不多也是感覺欺負到美國，雖然好像沒有。好，但是呢，我們來看到現在這個阿聯酋就因為它的一個這個地理位置的關係，承受了伊朗它報復怒火的2/3，幾乎每天你看到那個飛彈飛來飛去，然後你看到那個無人機的攻擊都往這個阿聯酋來。那當然啦，這個攻擊大概有90%都被阿聯酋給擋下來了。但是就是有漏網之魚啊，你光是漏網之魚一個也不行啊。阿聯酋過去給人家的印象是什麼？就是阿聯酋航空有沒有那個空姐好漂亮，頭紗有沒有？然後那個飛機好大台有沒有？好幾層呢，頭等艙很棒有沒有？奢華的象徵。什麼在那邊的警察開的是賓士有沒有？然後在那邊都是富豪，然後都是極有錢。最有錢的人到這個杜拜去，然後呢，那個飯店有沒有帆船飯店？哇塞，金碧輝煌哦！你所有可以想象到的，大家都形容說，在杜拜呢，你就是躺在鑽石上，躺在黃金床上，一切就是用奢華 luxury 這樣來形容它。好了，這麼棒的地方，哎呀，被飛彈攻擊啦，無人機掉下來啦，不得了啦！你知道啊，這個最倒霉的就是阿聯酋。阿聯酋這一次被中東的戰火重創了之後，你知道本來杜拜的一個這個房價一路的往上竄，但是呢，他們進來啊，這個房價指數跌了30%，而且好多的富豪嚇歪，私人飛機搭着趕快走啊，逃跑。所以呢，你知道過去的杜拜，它一年有300億美金的一個觀光收入，但是呢，今年看起來打這場仗完蛋蛋。
所以呢，還這個杜拜機場一天到晚還被無人機攻擊，你說他什麼觀光都別提了。所以呢，他這一次可以說，在這一次啊，這個被流彈波及的是倒霉透頂了。所以呢，現在不只是阿聯酋周邊的波灣國家都覺得說，本來覺得好了，差不多得了啊，趕快就別打了。但現在沒有，美國以色列不要停手，要打到他再也不敢再來一次，要打到這個伊朗的神權政府啊，即便是不讓他完全的顛覆、完全摧毀，也要讓他的軍力啊，能夠削弱到沒有辦法再對鄰國展開攻擊的狀況。所以你發現中東戰火到現在，波灣周遭國家的一個態度已經變得比較不一樣。好，那除此之外呢，你看到另外一個國家也從這次的中東戰火當中獲得了喘息的機會，那是俄羅斯。俄羅斯呢，當然從這次的中東戰火當中，你要說它是那個很少數的受益的國家，你可以這樣講它。為什麼？因為呢，你看到了這個伊朗封鎖了荷姆茲海峽之後，油價拼命的上漲，所以呢，美國做一個動作，我就暫停。我就不制裁俄羅斯的油了，我就開一個人道走廊30天，你們大家都可以去買俄羅斯的油。哎呀，買翻了！印度本來就在偷買，中國本来就在偷買，現在可以光明正大、大張旗鼓的買。然後本來之前啊，這個偷偷摸摸的沒辦法買。泰國、印尼、菲律賓，大家都說我也要，大家都想跟這個俄羅斯啊，跟他買油。過去呢，俄羅斯賣油啊，就賣很便宜嘛，對吧？因為呢，買家有限嘛，中國買、印度買，跟你壓價格啊，因為你就是偷偷摸摸賣的嘛。那現在呢，我可以漲價，開心的啊。普丁大賺一票啊！然後呢，不止如此啊，他還跑去跟美國談條件。他說：“你現在伊朗是不是很難搞？是不是很難打？所以呢，來我們談個條件，你就別再制裁我。然後呢，你也不要再幫那個烏克蘭，你就不要幫基輔了，別幫烏克蘭。如果呢，他這樣講，他跟美國說，美國你啊，這個相關的這些軍事情報，你不要跟烏克蘭分享。然後呢，我回報嘛拋磚引玉，你不跟烏克蘭分享，讓烏克蘭沒有情報可以這個攻擊我俄羅斯的軍事設施的話，那我就幫你幫什麼？因為現在啊，這個俄羅斯就是在跟伊朗分享軍事情報，所以呢，伊朗在過去的這幾週當中才會好幾次啊，非常精準的命中了美國在波灣地區的一些中東的軍事基地，還造成了一些這個軍機的一個損傷啊，人員的一個傷亡啊。然後呢，這個俄羅斯說他能夠那麼準啊，都是因為我分享那個衛星圖給他。那我這個衛星的這些圖資不要給他的話，他打不到你的。那你要不要幫幫我？你就不要跟烏克蘭分享，那我就不跟伊朗分享。結果呢，是被美國嚴正拒絕了哦。他說我不會出賣我的這個烏克蘭的盟友。我覺得另一方面也是覺得他不需要跟俄羅斯做這樣的交換，他也能夠把伊朗給打趴。所以呢，但是無論如何，光是賣油這一點哦，你看到俄羅斯就從中獲利不少。好，那除此之外呢，你看到荷姆茲海峽到底還要封鎖多久？油價還會漲到哪裡啊？目前呢，你看到伊朗啊，他現在講了，他說我封鎖，我讓你們很難辦，你讓我不好過，我也讓你很痛。所以呢，他持續的封鎖了荷姆茲海峽。然後呢，他還做了一件事情哦，這個中國應該會搖搖頭。這個伊朗這樣講，他說啊，找8個國家來，你們很想這個讓你家的船從荷姆茲海峽過吧？你很想運油嘛，對吧？你想買油，對不對？好，那我有一些條件啊。他說呢，如果啊你的油用人民幣來結算的話，那我就讓你的油輪經過。好，那這件事情什麼意思啊？就是呢，他不讓美國好過。我不是說都不讓油輪經過，我是要讓我喜歡、我高興的油輪經過。然後給的條件就是你要用人民幣結算石油，我就讓你過。好，但這件事中國應該沒有很高興。我們看到伊朗說啊，你這個油輪要經過，只能夠用人民幣結算的油。但是呢，對於中國來講，會覺得天哪，你要把我綁到你們一條船上去嗎？我可沒有叫你封鎖荷姆茲海峽，還要你用石油綁人民幣哎。因為對中國來講啊，這樣子做了之後呢，他在國際間遇到的政治反彈的風險可能會高於他得到的利益。所以呢，其實對中國來講，我並不樂見伊朗你這麼做。但伊朗這麼做呢，就是要告訴大家，只有我高興的，我才能夠讓你通過。
然後呢還自以為開心，自以為說，哎呀，我捧了一下中國，你高興吧？嘿嘿，我用人民幣結算，我才讓它過喲。但是中國來講，可能不是很開心。那對中國來講呢，其實現在也面臨到了很高的一個能源的不安全感。那雖然呢，我們看到其實中國老早從2025年或者是前幾年開始，就不斷的對於這個能源安全不斷的加強。我們來看哦，中國不斷在囤油，目前呢，中國的戰備儲油的一個數量大約有14億桶，甚至更多。那同時間呢，中國也有意識的在開始擴大他們自己的一些原油的產量。中國不是沒有產油，它有，只是呢，它產的油不夠它自己用。我們來看，目前呢，中國在2025年他們的一個產量呢，已經來到每天是432萬桶，這創歷史新高哦。好，那這些油哪裡來的？你說中國哪裡產油？很多地方產油，只是呢，在中國可能部分地區產油的地方，開採的一個成本比較高，所以呢，它就沒那麼有經濟價值嘛，對吧？好，我們看到其實中國產油地方，渤海就有油，南海也有油啊，另外在新疆也有油，東北的地方啊，像個遼河也有油，所以它有油的地方很多。同時間呢，這個中國它也開始要開採頁岩油，只是說開採成本比較高而已哦。好，那現在看到它一天可以有432萬桶的一個油的產量。那另外呢，進口的部分，2025年一天大概進口1155萬桶，所以呢，你看到它有部分是可以自產，但是有更多一部分需要進口。好，那我們就看到了現在這些你說它儲備的這10幾萬桶、10幾億桶的這些原油，那如果再加上它每天的一個日產量，如果說荷姆茲海峽就是被封鎖，那中國的油可以撐多久？去計算出來，中國自己政府講的，他說大概可以撐半年左右哦。所以呢，中國的立場當然會希望半年之內這場仗趕快結束，但同時間他也在擴大他自己的一些油的一個產量哦。那希望呢，這些能源安全不要完全的通通都在別人手上。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對一個國家來講，最重要的不是資源，是能源的安全，那是重中之重。好，那你說這次中東烽火當中，我們剛剛講俄羅斯可以說是那個少數的得利的國家哦。那另外一個得利的企業呢？哎呀，巴菲特人都退休啦，但是呢，他留給他的波克夏這樣的一個投資公司，哇，不得了。他當年在他快要退休前，他去買了西方石油，結果呢，那個時候買了之後就稀里呼嚕一直跌，根本都是虧損的。但這回油價上去了之後，哇，光是他當初買的這筆西方石油，哇，就幫波克夏賺了20億元。巴菲特爺爺薑是老的辣。好，那當然講回來了，我們就剛剛提到了，一直告訴大家這個能源安全非常重要。其實這次的一個中東烽火，可以說是那個讓各個國家重新思考整個國家能源政策很重要的一個最後一根稻草。在這之前，你看到各個國家在發展 AI， 都已經知道哇 ，AI 是這個吃電巨獸，非常多的電力。很多人說 AI 的基礎建設最重要的是電啊，你到底夠不夠電啊？去支撐那些每天不斷運轉的一些 AI 的基礎設施哦。所以呢，你看到了現在呢，最早的是大家說哇 AI 要吃很多電，然後到現在呢會說哇，你看萬一又是一個什麼樣的衝突？荷姆茲海峽一個海峽一個運輸的一個重要的樞紐被堵起來了之後，哇，好多國家都赫然發現到，哎呦，我撐不了很久耶。所以呢，大家又重新思考說，哇，那我的這個能源的一個這個發電的一個來源，到底要用哪一種這個方式發電，才能夠確保我的國家完全不擔心沒有能源？好，那過去呢，你看到大家會說用天然氣，用這些石化的燃料，現在發現這些東西都很不可靠。你看好多國家，包括像日本、像台灣，大家說哇，我那個能源的一個安全都是用幾週計算的，頂多幾個月，哇，聽起來很不可靠哎。隨便打一個仗，萬一拖半年，你怎麼辦啊？不行的。所以呢，大家開始思考說，哇，那什麼東西比較安全？好，那開始說哇，太陽能那風力發電，但不夠穩定啊，而且呢，那些東西有季節性啊。太陽能，哎呀，晚上就沒太陽啦。哎，你說風力發電，那萬一不是風的季節怎麼辦啊？所以呢，有各種的不確定的因素，所以想了一輪回來，哎呀，
核能還是那個最穩定的來源，尤其呢是核能電廠。核能電廠呢，其實你說它去用那個濃縮鈾，很多東西它的一個這個儲存量，它的一個安全的一個這個儲存量，可能都是幾年計算的。因為你在核能發電的過程當中，濃縮鈾的使用的一個分量很少啊，發好多電吶，所以你就看到了大家重新思考核能的重要性。那你看到在歐洲，歐盟呢現在已經開始說核能就是他們要發展的方向。你看日本，即便之前有這個福島核災，但現在呢又把好多已經停下來的核電廠又重新讓它啟動。所以呢，我們看到了此時此刻，大家覺得核能才是那個王道了哦。好，那講回來了，我们來看到這個歐盟最有意思。歐盟之前啊，我覺得歐盟這個國運不太好，整個地區都蠻倒霉的哈。之前呢，俄烏大戰，他們就赫然發現說，哇，他們以前靠俄羅斯的一個天然氣發電，然後呢中斷了那個來源之後，天哪，他們要昏倒，對吧？這個經濟整個被拖下水。好了，那就沒這個來源，所以他們開始大力的發展這個太陽能發電啊，風力發電啊，各式各樣的綠能再生能源。好，那再生能源呢，要靠誰？靠中國的技術。好，中國技術太厲害，特別是在太陽能跟風力發電這些再生能源上，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這個零組件呢，叫做逆變器。那什麼東西哦？就是呢，比如說太陽能發電板，然後呢風力發電設施，你要把發的電，然後讓它連接到你的電網，這中間就有一個逆變器。什麼意思？它就要把直流電把它轉換成交流電，然後到電網裡頭去讓大家來使用。好，那這個東西呢，在整個歐盟當中有70%都是中國做的，華為還有呢這個陽光能源，大概都這2家都是用中國的東西哦。然後呢，這個會有一個什麼樣的風險呢？歐洲人就講說，那叫做這個從一個地方跳到另外坑裡哦，從這個坑跳到另外坑。他說本來呢依賴的是俄羅斯的天然氣，好，那此路不通之後呢，他改要依賴中國的這些太陽能的相關的零組件，他們就覺得這好像都不妥當，因為呢，在這個歐洲的眼裡會覺得，哦，這好像都不是一個對他們來講非常安全的盟友。但是呢，他們認為很安全的盟友，比如說像美國，好像不太鳥蛋他，所以呢，就發現說，歐洲就突然間赫然發現說，哎呀，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好，但你們自己好像靠不太住。好，於是呢，你就看到了這個歐盟現在重新思考他們的能源到底要如何才能安全。好，那當然一次又一次的國際事件哦，總是會讓很多國家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國家安全。那近來呢，這個中東的烽火就讓他們思考的是能源安全。好，那當然啦，這個油價到底要漲到什麼時候，還得看看到底美國跟伊朗什麼時候要讓這場戰火快點落幕。好，這是今天幫大家整理的近來這個油價給很多國家一些新的省思。希望你喜歡這些內容，我們下回見，拜拜。